Hello， 哎 ，Hello 啊，赵部长已经回去了，肯定啊。赵部长本来想周3回去的，结果他发现周3因为是七夕，所以机票很贵，他就周2就回去了。办的怎么样？哎呀，及格吧。我都不知道你们长什么样，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个地方。现场是不是都中年人？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吧？我觉得。阿里嘎多好像没去吧？你们去了，我都不知道是谁，回头我要挨个辨认一下。哎呦，真的，那个灯光也看不清楚有哪些人，实在是很遗憾。遗憾可太多了，应该唱一首《遗憾》。谢谢 July Kitten， 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哎呀，我好气啊！我现场认出来的，他们跟我说了的有 QB Bird， 他坐第一排，脖子上挂了一个耳机。谢谢。这是 QB Bird 吗 ？QB Bird 真的，我被他迷惑了。那个 QB Bird 他那个头像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虽然我不是单纯的会以为她是个女孩子，但是我没想到，我以为她是那种2次元，但不是，她头像是阿布大人。其实这个动画有点年头了，因为他老说他要去参加各种那种2次元活动，我就知道你们中年人最喜欢2次元了。谢谢空谷幽兰的他呼吁，你这次比我上次见你重了差不多20斤，很正常嘛，对吧？男人年纪大了就是容易那个长胖。现在那 QB Bird 好那个，就好像那种这个样子。小臭坐的离你有一个过道啊，起码有一个过道吧？真是不知道看哪儿啊！QB Bird 是吧？台上是陈姐，旁边是你臭姐，怎么办呢？怎么办？看哪儿呢？鸡鸡蹦，你说你合照回来，我从凳子上起来给我打的招呼，不知道你有印象吗？等那个过2天我们把照片整理出来了，你直接说你是谁吧，我们就给标上去，好不好？八姐最后合影的时候和我打招呼有印象吗？谁不和我打招呼啊？你这话说的好像发姐我穿着喜瑞斯来的，你对我有印象吗？你想想你这个操作，我能够认出来你是谁吗？说发我是男的。我穿着喜瑞斯来的，你有印象吗？哦，16年合照你现在娃都5岁了，哎，你看着挺年轻的，你是不是小孩都让家里人和老婆带了？你看着还没那么憔悴。照理说，小孩从生下来到5岁应该挺操劳的。哟，788，我看这是什么 ID？ 谢谢鸡鸡 Bond Re，17年大一，那你多少岁了？本科考研2战读研，工作辞职。哇，这么多年，你本科考研2战读研，工作又辞职，一路上有交过女朋友吗？啊，你说一路上都有发姐的直播陪伴，我不识时务的问一句，一路上有交过女朋友吗？谢谢福民粗糙。你玻璃心的我被发骂过，不好意思承认，说哪个是我，这有啥不好意思承认的？你这个 ID 我都没印象，我骂过的人这么多，你不要以为自己很特别好吗？你这个 ID 我真的没什么印象。什么原因骂你？哎，谢谢脑洞，我一直以为你是男的，这个误会可太大了。以前我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发现你是女的。这话说的有点像梁山伯祝英台，但是真的我不知道你是女生，你为什么瞒我瞒了这么久？以前我和脑洞，我们以前在那个阴阳师比较流行的时候，当时有个服务器里面有一个公会叫童话镇，然后我们都在那个公会里面，这误会太深了。谢谢不吃鱼蛋，你去了吗？你之前是读信粉、唱歌粉、游戏粉，去完线下互动之后，有些是纯颜粉，真的假的？罗叔叔比想象中帅气。哇，不吃鱼蛋，你说这个话很伤我的心，因为你刚才说以后我就是发的颜粉了，我以为你是一个审美水平很高的水友，结果你接下来第2句话是说罗叔叔比你想象中帅气，那你，你要不还是别夸我了。哪个是罗叔叔？罗叔叔穿的是我这件衣服好像，然后个子比较高。罗叔叔真的可以走氛围感帅哥，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天哪，还是男人团结啊！真的说，长得有点像冯巩。你是不是把呱呱当成罗叔叔了？还是很奇怪呀，你们怎么回事呢？
而且两个人差挺多的。罗叔很瘦，呱呱很壮。你不知道罗叔长什么样子？罗叔叔很好认的呀。罗叔，我跟你说，你不知道罗叔长什么样子，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就是真的，你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你觉得会遗憾吗？你觉得很失落吗？你觉得会想哭吗？不会呀，对吧？无所谓，不知道就不知道呗。罗叔叔他瘦了，他可能肠胃不好，我也不知道，他确实瘦。他作为一个中年男子这么瘦还是很难得。冷白皮是因为不上班。来给你们看一下冷白皮。哎，不是啊，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就是罗叔叔，右边这个就是跟我现在穿一样的骑士斯衣服是罗叔叔。这左边是谁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右边就是罗叔叔。白是因为昼伏夜出，白天不出门。这还帅呀？那我不知道对你们有什么，我无话可说。再看是吧？我也不知道这两位是谁，这都是谁？然后这是阿乌，罗叔叔跟我说，罗叔叔认识他10年了，不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他留长头发，他是男孩子啊。我现在记不住谁是谁。你们怎么看到谁都说帅呀？男人怎么这么团结啊？像我这种小美啊，天天在那里颜值焦虑，自己脸太大了，头太大了，驼背啊，皮肤有点黄黑皮。你们这些男的怎么这么团结？看到谁就说帅，氛围感帅哥，你是不是光为了气我呀？是不是单纯为了气我？服了。合拍照片啥时候上传？地球上最后一位美男子，我还给你写兔签，就是那个你不是买的前排的位置嘛？然后前排的位置我还每一个都手写了 ID， 我心想，诶，反正我就没有看到美男子 ，Where is 美男子？我反正没怎么看到帅哥，我主要是也来不及。他们跟我说，哎呀，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那个比较双刃剑的地方，就是我们办线下活动嘛，然后因为经费很紧张。然后又是第一次办，大家都为爱发电，很多都是那个水友还有管理一起来线上策划、线下组织，帮忙辛苦劳动。然后在那个快要结束的时候，然后我说等我们散场之后，我们可以，就是想要合影的朋友可以合影。然后他们就那个现场的小助理们嘛，小助手们，他们就说不行，发发不可以合影，取消合影环节。然后我说为什么？他们就说因为有情况，但是又不跟我说。反正他们就后来就跟我说要把那个合影环节取消，因为有个神经病。然后我就 a little bit angry， 我说怎么能为了一个人这样就不让大家白跑一趟呢？他们说呀，那个人是个神经病，是个变态，为了不引发任何其他的事件，我们就取消环节吧。是有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而且我觉得你们也很没有经验。我一听到有变态，我说长什么样？没有一个人拍照片，所有人都看到了，没有一个人拍，然后不许我去看，就有什么不敢拍的？为你们的胆小如鼠而感到愤怒。我跟你们说是怎么一个情况哈，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呢，我曾经多次把那个人从这个群里面踢出去。就是有一个叫他的微信叫 Where Sandra 吗？我把他从那个长桥群里面踢出去好几次，他是个变态。我一直以为是那个牛仔裤，但是我又给他们看了那个牛仔裤，就是外号牛仔裤的一个变态的照片，他们说不是那个人，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我现在无法锁定到底是哪个人，是不是之前那个对着镜子照相，然后镜子上有很多斑点的那个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个人的微信账号呢？是因为那个人到上海来参加活动，然后被派出所抓起来了。为什么抓起来了呢？是因为他自己的亲生父亲
报警说他被诈骗了，来参加诈骗活动。然后这时候他就用自己的微信联系了旅行就是我们的那个策划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嘛，然后他说你快来派出所捞我，什么什么什么活动。我就看到，然后他们有微信的聊天记录嘛，我就看到他那个头像，我曾经把他从长条群里面踢出去好几次，我以为是那个牛仔裤，但是不知道是，他们说不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广东人，广东口音。后来，然后旅行去派出所也没敢拍照。后来好像是那个男的来到了现场，然后他的爸爸也跟着来了。然后他们那边就是说我要见赵忠祥，我要见他，要见我，一直在喊，就是看上去精神不太正常的一个人。但是我全是听他们描述，我没有第一手资料，无法锁定到底是谁，我非常的 unsatisfied。不是几岁了还有家属陪同，他是好像确实是那个精神方面有点问题。你们都看到了，谁有照片？你们不要觉得我纠正大家一个，或者说以我多年应对变态的一些经验，就是说他如果有精神病，如果说有那个臆想症，他并不是说他就是个白痴，他就是一个弱智。他也许能够完成很多就是日常活动，比方说买车票来这里，对不对？比方说翻墙，对吧？比方说打字，电脑上油管，这些都可以。但是他可能在某一部分他是有问题的，智力低下和精神有问题是两回事儿。而且有些人他是有臆想症，他居然知道活动地址，这不是很简单的吗？活动地址，哎呀，这都是 AI 时代了，哪怕是豆包也能帮你找到一些地址吧，很合理。哎，真的，你觉得很复杂吗？这种事情很多是臆想症。比方说像有一些明星哈，你们记得那个刘德华之前碰到一个人，一个叫什么娟儿吗？说常年跟踪他，幻想是他女朋友，还要跟踪他。你说他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有，但是呢，他又能够去完成一些正常人很难去做的事情，比方说跟踪病明星，对不对？他买了票然后退了，那他的直播间 ID 是什么？我碰到过好些人，他都是有臆想症。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之前有一个人大半夜来敲我家门，那大半夜是真的是大半夜，就是凌晨4点的样子，来敲我家门。最后我叫了物业，我们就把他扭送到派出所。但是警察拿他也没办法，说他也没做什么。那个人你以为是一个普通的3D 吗？掏出来身份证、学生证是复旦的。然后他一直就跟那个警察就说，他说我女朋友。然后我要向警察说我不是他女朋友，他神经病。但实际上当时这种事情就不应该我来说我不是，应该他来说，你怎么证明他是你女朋友啊？对不对？但是那时候我就有点那种 PTSD， 我就说我不认识他，他是疯子，对吧？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而不是说我来说我不认识他。警察其实也是见多识广，肯定这种事情比我们见得多，但是警察也不会怎么管就是了，因为你没有发生真正的就是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他肯定就不会管，你知道吧？总之我就是说，精神方面有臆想症和智力低下，它不是同一回事儿。谢谢文听的大火箭，谢谢文听。见面会基本成功，比较成功，不太成功。谢谢石小棉的158，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石小棉，就是那个结束的时候，又因为他们说有那个精神病的原因，就是一切都搞得很仓促，大家十个都来拍照，咔嚓咔嚓咔嚓就结束了。所以说是大家都知道我都把我给看了2小时，我不知道你们是谁，有一种敌暗我明的感觉，一种对不上号，所以来不及认识大家。
发你就说吧，我是不是比照片好看？你照片也不好看啊，有什么好比？真是。发姐见到戴剑锋了吗？他没来呀。肥羊在，肥羊很好认，他的那个脸是菱形的，就大家平时说自己是菱形脸，都是一种自谦，他真的是就是纯菱形，多边形。然后他穿了件白衬衫，打了个那个橘红色的领带。草民是来了的呀，很多人都来了，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白来了，对我来说就，sorry。你知道吧？林林也来了，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林林。刘思源是不是也来了？周怡文也来了，周学民来了吗？谢谢911，谢谢911的888。看，不是说大家没有表明身份。大家其实都表明身份了，但是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比方说我是中午12点不到，上午的时候我就去现场了，然后我在里面彩排呀、试音呀、做头发呀什么什么的，然后其他的小助手什么的，还有水友工作人员，他们在外面就负责给每一个人签到啊，发一些伴手礼呀什么的，所以负责签到的朋友。水友就知道每个人谁是谁，谁是谁。如果没有负责签到的，就不知道谁是谁。我在后台，我又不知道谁。哎，王玉洁我知道是谁。王玉洁当时他照相的时候站我旁边，然后一口的北京，也不是北京，反正就是北方口音。我说你谁呀？我说你是京爷吗？我说你北京的吗？他说不是。我说你是谁呀？他说我不告诉你。印象有问题，后来我知道是王玉洁。他们在说，哎呀，发姐好厉害呀！你怎么知道是王玉洁的？因为他手里提着那个袋子，那个袋子上面有个那个小的那个入场券的那个二维码，旁边写了个王玉洁。头发有，但不多，说不上是哪儿口音，反正是北方口音，但是好像不是北京口音，好像。看着反正也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体制内的，不知道。他头发比他的头像多，他是济南的，山东济南，看上去体制内的。其实我觉得体制内的人如果不穿那个行政 T 恤的话，这些就不至于看到。哦，周怡文，我记得你跟我说了你是熊律师钻粉。我当时还会说你回你们那个粉丝群说一下，别举报。哼，你们最后有结伴去吃饭啊什么的吗？有人给我打小报告。有一个男水友就不说是谁了，在聚会结束之后，大家聊天的时候，一直吵着闹着要一个本地上海人带他去嫖娼，是谁啊？他没有说具体是谁。但我，怎么这样啊啊！你们知道是谁吗？一直吵着闹着要一个本地水友带他去嫖娼，这也太压抑了我要跟你切割，你不会一会儿又要去派出所捞你吧？给点提示，我不知道是谁，只是说了有这么回事儿，但是也不知道是谁。哎，是戴剑锋吗？哎，你这个人说话有点。虽然戴剑锋平时说话的画风也很那个，但是人家都没来，你就不要硬往人家头上扣屎帽子了。他都没来，是开玩笑还是讲真的？如果你不带他去，他就是开玩笑；如果你要带他去，他就是讲真的，你懂吧？你懂这个感觉吗？比方说有个男的跟女孩子说，哎，你要不晚上跟我一起回去吧？然后你说你有病吧？然后他就说。哎，开玩笑的，你这么认真干嘛？然后你说好呀，然后他说真的，那就走喽，你懂啊？你懂吗？这是取决于薛定谔的开玩笑。你们去了蜀坛记，蜀坛记还可以，蜀坛记挺好吃的，我推荐。万岛，当时去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都快打烊了，
万岛9点就不让点菜了，10点关门，所以没怎么吃。万岛它的是498还是468一个，498一个人。然后我们当时去吃的时候是单点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在很累的时候哈，他其实吃不了那么多。我们当时去的有些小伙伴已经累趴了，包括我这个减肥人士，而且我也很累了，就有点吃不下，所以我们当时单点的。就是你们知道吧，去吃自助餐也是可以单点的。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吃不回本的话，你就说单点也行的。这次活动有多少人去？200个？有没有？好，没有吧？杨幂来了，真的。上海物价很高吗？确实比一线城市一般高个1.5倍吧，就是差不多乘以2。我觉得很多来上海的朋友第一印象是，我看到好几个都是在说，他说打到了臭车。你们有打到臭车吗？谢谢胖胖的咖啡，谢谢大胖。没有小助理，是说助手。这次有些从机场过来的，然后打的出租车嘛，滴滴嘛，然后就会打到臭车。上海臭车比例是蛮高的，特别是夏天，因为夏天我觉得臭车在冬天和夏天是比例最高的，就是出汗，但是又不开窗，因为要开空调嘛。春秋天好一点，就是开着窗散味儿就好一点，而且还会有点烟味儿什么的。现场的男女比例有多大？我觉得大概20%是女生，还是15%是女生？我的没算过，有我觉得起码10%吧。那个高高的女孩子是谁？有2个高高的女孩子，哎，可太好笑了！我跟你说，大家都知道哈，我们这边有一个经常发言的水友，叫做我发超可爱呢。好，这个我把它称之为超阿姨。超阿姨是一个身高1.78米的山东女孩子，我怀疑她少报了身高，但是她不承认。And 这次在前排，就是第一排有一个女孩子戴一个草帽，也非常非常高，也是个巨人。然后当时超阿姨说着特别好笑，她说他们在签到的时候，那个女巨人戴着个草帽就过来了，然后草帽女巨人就问超阿姨说：“哎，你就是超可爱吗？”然后那边说是啊，然后草帽女巨人就说：“哦，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嘛。”就2个1.78米的山东女巨人，都是山东的，我跟你说都是山东的，在那边互相说啊，其实你也没我想象那么高嘛。还好我当时不在身边，不然的话我就像一个，不说了。哦，他是跟爷爷说的。哦，他是跟其他人说，他说超阿姨其实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对吧？我就像那个酱妹，你们知道酱妹吗？酱妹跟 Taylor Swift， 我一定要把那个照片给你们看，非常好笑。这张照片，有些关注欧美乐坛的可能就看过这个，就这个感觉，是这样吗？请你们这些巨人不要再穿高跟鞋了，谢谢你啊！美美1.8米，美作为一个女明星啊，欧美的1.8米，也就比超阿姨高2公分，还要穿这么高的高跟鞋。美美和她的小手办，画美不看。但我到最后我也不知道那个草帽女巨人是谁。酱妹气场是很强的，是的，多学习吧。刚才有人说内增高，我不穿内增高的，我穿的外增高，照臭穿的内增高啊，揭穿它。法师露露是什么？她叫露露哦，她叫露露啊。哦，我记得露露是一个英雄联盟的英雄吧？英雄联盟的英雄，然后是一个戴草帽的，是不是？一个
然后他是一个霍比特人，然后拿那个仙女棒发。你看我还是玩过英雄联盟的啊，是不是那个一个小英雄露露辅助的，很 Q 的紫皮大蒜，对，哇！哎，1.78米的女巨人用这种真的是太过分了，是不是对我们这种真正的约德尔人的一种嘲讽？那这个草帽巨人，露露，我靠，好有压迫感，这个身高。然后旁边就是 QB Bird， 这个，然后这是赵老师啊，赵老师，我靠，脸好小，好白，这张很同频啊。后面这个瞎子是村，我觉得村好像力量跟呱呱生的孩子，他不取下眼睛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笑容很同步的，必须的，那还是我笑话讲得好，大家的笑容才会同步。好了，你们要是有什么有意思的照片也发我邮箱吧，我统一整理了再给大家分享。这2天太忙了，成吨的照片来不及整理，不长的照片多发。有啊，那照片也多。我收的那些压缩包都是几百个 G 的，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大的工作量。我这几天感觉还是根本休息不了。可以发一发，就是说，其实我这边的照片哈，因为我请的摄影师基本都是拍的以我为主，所以呢，我想多看看你们拍的，就是除了我以外啊，我也可以发，丑的不要发，其他的我没有看到的花絮的照片也可以。申请看小德小咪 vlog， 周六看吧，不然周六干嘛呀？他今天全讲完了，你给我留点东西吧。水友拍的也是我，那也不可能全纯的呀，可以发我邮箱啊。现场有个黑衣服女友，好漂亮，没好意思打招呼，那不就是我吗？这话说的有点委婉，当然我知道你说的不是我，不过我也穿黑衣服。有一个黑衣服的女水友挺漂亮的，我看到的，那是谁呀？我觉得不要去打听人家女水友是谁了，除非她自己愿意说，不然的话又感觉要被很多人骚扰。这边压抑的人太多了，一会儿骚扰人家。大家不要再说小美顶美了嘛，听上去好土啊！什么小美顶美，什么小帅顶帅，大结果，听上去太乡土了。现在那些做婚恋的博主就喜欢说什么小美啊、顶美啊、小帅啊、顶帅，反正拿到什么结果，烦死了。那个拿到大结果真的是土的要死。跟你说，咱们唯一拿到大结果的就是我们家的刚救助的狸花猫呢，小咪，它算是拿到大结果了，平民出身拿到了大结果。好了，你下去吧，一会儿又要挨骂了你。其实我觉得小咪是一只好咪，但是现在它就是有点太调皮了，小德有点受不了它。他们俩一会儿互相舔毛，一会儿又打架哈气，就是搞不清楚他们的感情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还是轰轰烈烈。其实我觉得小咪就是我们能够办线下的一个重大原因。那天我跟赵老师复盘了一下，你们还记得前一阵子就是我在所有的社交平台都发了嘛，说我妈妈啊，就是发一些关于我妈妈的一些文字，你们还记得吗？就是我和我妈妈一起去外滩边上啊，她来照顾小德呀等等那个小作文，你们还有印象吗？然后很多人看了之后也比较就是倍思亲哈。那天呢，赵老师就突然到上海来玩来陪我。因为其实赵小臭他之前也说过很多次要来上海玩，但是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来。你们还记得吗？之前就是他说他来上海找我玩，但是也没来，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耽搁了，或者说再等等。那天我不是发那个小作文，我说哎呀，等来等去，我妈妈都等老了，对吧？可能他也是突然想到，他自己也有一些自己家庭方面的个人原因嘛，我就不细说了，不多说了。然后他也来上海来找我玩。那天晚上呢，就是我们一起在外滩，就
就是江边在走路，然后聊他家里的事情，聊我们家里的事情。走着就发现这只小梨花在旁边，在路边很小一个，大概就这么大，在路边采奶。我们就问他，我说你妈妈呢？妈妈去哪儿了？没看到旁边有母猫啊，就它一只小猫，它在那个桥上，这下面有一块草地嘛，那个步道距离地面还有一段距离，它也可以跳下去回草地里面。但是我看到当时草地里有一只刺猬，我觉得刺猬可能对于这么小的小猫，但就这么大啊，只有一斤多，还是2斤来着忘了，就是有点危险嘛。后来就把它那个抓起来去找医生看他眼睛也是红红的啊，流眼泪啊，就感觉发炎啊什么的。对，当时草地里面有个刺猬，一直唰唰唰响，然后我就怕他要是再回到那个草地里就被刺猬给不知道怎么样了。旁边有一对那个韩国情侣，因为讲英文的，但是长得又很亚洲，我说韩国情侣在说，哎，小猫咪好可爱。我说你们要带它回去吗？他说不行，我对猫过敏。后来想没人管它了，我就说把它抓起来去看医生。然后看医生，我们就从那个外滩边上打车也不好打，反正就要走过去嘛。当天我本来就是饭后散步，已经可能走了个2-3公里了，然后又把它带去那个宠物医院，又走了2公里，就当天一共走了5-6公里，走挺多的，对我这种死宅来说。然后后来你们不是说我就生病了吗？对吧？你们说是被流浪猫传染了什么细菌、病菌，所以生病了。我心想不可能的，对吧？但是我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原因生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体内有一个良性的囊肿，它这个囊肿的话，就是有一定几率会破掉。也许当天就是一下子走太多路了，然后就有一点轻微的破裂。然后里面的一些那种陈旧的液体就流出来了，然后那个我再把它带回家之后，大概2-3天我就生病了，我就发烧发到39度的样子。我以为我是阳了或者是流感，但是我就测那个抗原，既不是流感也不是新冠，然后也不流鼻涕也不打喷嚏，就是发烧。所以是因为那天我走路太多了，我觉得可能就造成了囊肿的破裂，就轻微的破裂，然后我就一直发烧，然后比较虚弱，有疼痛啊什么的。后来可能它最开始小破一点，后来大破了，然后就进医院了，大概是这样。然后进了医院嘛，也算是治好了嘛，对吧？C 反应蛋白很高，是因为我的那个感染很严重。因为我最开始这个囊肿破裂了之后，我没有管它，我就吃止痛药。我以为是那天我走路走脱了之后造成的髋关节疼痛，就是髋关节那个积液那种疼痛，还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疼痛，腰痛啊或者什么那种肌肉疼痛，我就吃止痛药压制那个疼痛。那时候止痛药还蛮管用的，后来可能就破大了。它里面里面的那些陈旧的液体全部流出来了之后，就造成了很严重的感染。和这次线下活动是因为我觉得我生了病之后去住了院之后，我就觉得，哎呀，那时候生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做，我不能死啊。其实会想很多事情嘛，在医院呢痛苦的时候啊，去做手术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有什么事儿就赶紧做了吧。就像那天那个赵老师到上海来一样，他说不要老是等来等去的。赵老师也问我，他说为什么突然这么快就开始计划线下？我说再等又不会等来什么良辰吉日，要等什么呢？等这些人会变帅吗？大家会变得更年轻吗？大家会变得更有钱吗？那倒也不见得啊。但是就是说，就等来等去的没有意思，不如想趁着大家还有时间有机会就做了，把事情做了。我当时我觉得我要死了耶，我觉得死都比痛好，太痛了那时候。嘿，这是我的药。就说如果说你不逼自己一把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再等等啦。变瘦还是有机会的，变胖也有机会啊。活动发起人是小咪。
也不说顿悟啦，这顿悟说的有点那个什么。我是觉得，如果说自己不主动去做什么事情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永远不会发生。没有别的人会来推动这个事情发生，哪怕做得不好，但是呢，起码也算有一次经验嘛，有一次积累。因为你想想，如果从来没有搞这个活动，我也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如果说要等一个什么时候来，我等不到谁来帮我做这个事情啊。我以前就想做得好一点，要什么比方说乐队呀，或者说什么还做点视频啊，做点那种就是把东西整得好好的，规格逼格搞上去。但是就是你越想做得好一点，就越难开展啊。手臂我去抽了个血，我去复查，我不是做手术嘛，之前做手术做了2个月，然后之前忙的没有时间去复查，然后直到我们把活动办完了，不管办砸了还是办好了，办完了我才去做那个体检复查。今天去抽血啊，做点这个。敬业的死啊！现场没有吃东西啊，他们下了播各自去吃的。我下播，我不是下，我怎么习惯性说下播呀？真的，就是我们结束了之后，我把那个我们策划组的小助手们一起，工作人员去吃了个自助餐，去吃的万岛。然后当时我说，要不把村村也叫过来吧？村就是那个前排戴墨镜那个盲人。村村为什么跟那个李阳长得这么像啊？我真是认错了。然后我就说把村村叫过来吧，因为他赞助了很多那个他的朋友哈，但是就算他头上赞助了很多周边的充电宝啊，还有那个手机壳呀。我想说把他叫过来一起，就是大家聚个餐。然后当时叫的时候，他说他那边11个人。我说那就算了吧，既然你们都这么相亲相爱了，一家人了，我就说那就有点。他说他走不开。你们说帅吗？我没看清楚啊。哎呀，但你们说也不好，你们说话也不算数，你们连罗叔叔都可以说成是氛围感帅哥，情商太高了，我是比不了的。他说他那边11个人，我说就算了。我们是去吃的万岛，但去吃的时候也很匆忙，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人家店员就说不让点菜了啊，我们要打烊了。真的很帅吗？男生说帅不帅，女生说帅才是帅。你就这么说吧，什么叫帅？要帅的话，就是一场活动下来，有异性恋女性问我打听哪个男水友的联系方式，这叫帅。你知道我们平时看的那个叫什么？婚恋主播，你一连麦就说，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小帅，6分吧，那个班草级别。然后那个男博主就白眼一翻，哦，那你从小到大吃过什么颜值红利吗？啊，你被女孩子追过吗？被多少女孩子同时追过？走在路上有人找你要微信吗？然后我看到你举了赵小臭的牌，反正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赵小臭上去你就举赵小臭的牌，辛苦了。帅的都去做主播了，谁说的？我在斗鱼干了这么多年，我没见到几个帅的男主播，你简直是在逗我。Please， 真诚一点。燕燕是比较帅。但燕燕是走那种可爱路线的，所以合影了呀，但是是大合影，就是那种每7、8个人还是6、7个人一起合影，然后站好了之后，那个我们请的摄影师咔嚓一通闪光灯，然后就马上下一批，所以合影的话只用了，可能所有人加起来可能就用了个10几分钟。我就像那个年级主任、系主任一样，我坐在那儿，然后身边的同学换了一批又一批，我坐在正中间，然后1年级的同学来拍，2年级的同学来拍，3年级这样。如果说每个人单独合影要好久，那下回就那个我们加一个选项说，如果说你要单独合影的话，你就弥补一下我们那个我们成本上的一些短板。送走了一批又一批。
其实我也很好奇水友们长什么样子呀。你们对我是比较熟悉了，是吧？我每天都是真人出镜，然后我唱歌啊，打游戏啊，怎么样。虽然对我真人不太熟悉，但是对我网络上的形象很熟悉了。但是我也很好奇，这是爱背后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不是真的很3D 啊？就估计3D也来了。我不想说3D 都没来，我想肥羊也来了，那就是还是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不知道你们谁是谁，就没对上号，对吧？你想想，假设是一个社区，我作为社区女神，大家都见到我了，大家心里很满足，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长什么样子，有一些思路啊。我请了3个，一个是拍照的，2个摄影的，就摄像的、录像的嘛，3个人就要花7000多块钱。然后一个调音师就是4000多块钱，这还是上海本地的。谢谢一泽的，谢谢一泽的大火箭，谢谢一泽。海外只要解决一个签证的类型问题，如果你是旅游签证过去，然后你在那边做这种类似商业的活动，是不是要出事儿？我有点担心。我去倒杯水。哎呀，你去倒杯水啊。把花拿进来。当时结束了之后，还是罗叔叔和旅行拥抱他们打了个车，把这些花先送到一个地方保管，不然的话都拿不走。稍等。对，有 QB Bird、脑洞、赵迪奥、迪森鱼、韩大头。哦，韩大头来了吗？还是远程送的花？我今天晚上如果不是直播的话，我就应该去街头把这些花卖了，趁那个七夕卖点花，然后补点血。今天亏了50万，妈耶！你们真的很有商业头脑啊！我刚才说到哪儿？我说当时有那个水友送花的时候，然后他们上来跟我说是谁送的，我戴着耳机听不清楚，说听错了什么的。当时就是让那个送花的水友站起来，我起码挂个脸熟，看一下是谁。好多环节还是比较不完善。我的照片还没有筛选过，但是我有过，我这些照片都刚刚收集起来，部分都还没有收集完，我都不知道哪些是要怎么样的，反正就哎呀太多了，麻烦的。对，就这种照片，对，我现在也不知道谁是谁，还这种照片。活动是下午3点半开始的，所以这个时间段还不算早吧。赵老师上场了吗？上场了的呀。什么叫小臭真好看，可惜看毛选？怎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是一个有老婆的人了啊你这话说的有点那个。那个小聂老师也说，哈哈，小臭老师可以认识一下吗？我说可以啊，人家在抖音直播，你去刷点呗。他说我没有抖音账号。我说怎么了，博士？你是要我教你怎么下载抖音吗？你怎么能想通过我你自己去认识呀？哎呀，有账号，创造账号，人家想当面介绍了怎么样呢？你就说当面介绍了能怎么样？没有，我没觉得他要压抑啊。我就想认识那个美女，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态。但是呢，这叫师傅领进门，刷钱靠自己嘛，对吧？那你可以想要合影呀，想要签名啊，或者说什么都可以。我就是媒人有红包，我把你们介绍给赵老师，那是仇人吧？怎么是媒人呢？我对我的朋友做不出这种事情来。赵老师来的时候还是坐的商务舱的。你从来没有买过商务舱的票，那你平时坐头等舱了？我给报销吗？我是想给他报销，我怕他不收。我这话说的。小聂老师去报销一下吧，啊，去人家直播间报销一下。你不是想认识人家吗？我给你创造条件了，算小臭捡到宝。我那天还在跟小臭聊，我说我们估计很难谈恋爱。处于一种现代人就是生活都比较充实，然后对于那个异性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憧憬或者说想象，
估计很难。谢谢派大星爱吃蟹黄包。发姐对五五开跟闪婚上岸有什么看法？我不觉得结婚就是上岸呢，结婚是结婚，跟上岸有什么关系呢？我会不会突然发推特宣布闪婚了？我觉得我可能要孤独终老，就像你们一样。当然我跟你们的原因不一样，但最后结果是一样。I'm gonna die alone。谢谢周雪明。哎，周雪明谁是周雪明啊？你来现场了吗？周雪明没去啊？真的吗？我以为他来了呢。哦，难怪。科比也去了，但是我不知道是谁。还有一个比较让我沮丧的地方，就是这次这个场地是一个爵士 bar 嘛。然后我本来说这个场地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我们可以下次在同样的场地在周末再办一下。但是呢，有些就是我们这边的策划组的小伙伴们，他说这个场地不行，就是在他们下面听感觉的一般不行，然后让我就觉得又就迷茫了。这场地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它装修还可以，音响效果也还行，但是呢，它场地第一个太小了，第二个呢，它比较没有氛围感，而且它每次它那个灯啊，它一直都是亮着，就没有那种灯光的变化。灯光其实很重要，对吧？比方说最开始黑起来，你想想那个我们去看过演唱会的话，对吧？演唱会的时候最开始我们的歌手出现，要不然就是先灯黑下来，它缓缓从地下升起，当然这个台子做不到啊，或者说是帘子啊，怎么，反正它是有一个这种，就是它进场和退场它都会有一点设计，对吧？但是我们那个场子就是永远都是亮着的，我就从后面走出来，然后再跟大家说我要回去换衣服了，再走回去，然后一会儿再跳去，就显得很唠家常，你知道吧？就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顶灯在那儿亮着，而且就是你除了在上面讲话或者说唱一点安静的歌，做不了别的。如果说你想要，虽然我不会哈，我是一个残疾人，如果说你想做一些比较动感一点的歌曲或者说编排的话，那下面也很那个灯光这个场地都无法配合，就是没有那种很难沉浸式的感觉吧。那个场地是蛮好的呀，最尊贵的外滩，出门就能看到东方明珠。你们拍照了吗？还得有伴舞啊！别说了，没钱啊，谁赞助一下吧？你想想，我们要请乐队的话，那要请乐队几个人？请伴舞啊，还伴啥舞啊？也不需要主持，那主持人是《我是歌手》的主持，就说比方说你要请很多个歌手上来。比赛或者说做像音乐节一样哈，像什么草莓音乐节、整种音乐节，然后你有不断大拼盘的嘛，那肯定是有主持人上来串场，或者说怎么样。如果你就一个人，比方说你去参加陈粒或者说林忆莲或者说林俊杰的演唱会，他中间也没有主持人啊，你是参加婚礼才有主持人呢，演唱会不用主持。不行就换一个，有什么好迷茫的？但是就觉得换去哪儿呢？哎呀，下一回会去哪里办？哪里有条件就去哪里办呗。重庆和成都，肯定是先去大城市嘛。小城市我怕没人办不起来。哎 ，Where's my live house？Live house 就是，那你怎么办呢？就是在上面唱伴奏吗？还是要请乐队呢？能不能来个北美专场？北美专场谁？这个钱得蹭往上涨。北美得多贵啊！北美，咱们直播间里的北美人能有200个吗？300个、400个、500个？海外来了好些，有泰国来的，有日本来的。还有哪儿来的？其实当时应该问一下，最远是从哪里来的？好像有新疆来的，最远的给他一个那个纪念品。
其实海外过来的话，如果不是签证的问题，你想想，从日本过来，东京过来也就2个半小时，我回重庆还要3个小时呢。你别觉得海外就一定比国内要远，你想想，上海是在中国大陆的最东边，对吧？是靠海的地方。那么，比方说你从新疆、西藏或者什么地方过来，那更远了。你从日本那边过来就近，香港那边也近。你主要是它的最边上，对吧？最东边，所以这个坐飞机的时间还不一定谁比谁快呢。哦，日本前一阵子好像有那个也是下暴雨，内涝了，看上去挺严重的。在日本办握手会，日本他们是那个小偶像是办握手会，但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啊。I'm Chinese。我去日本，假设我们抛开其他的因素不谈，我去日本搞这个活动，合法合规吗？会不会有问题啊？因为现在日本不是对移民或者说对外来人你不太友好吗？啊，是不是？就说移民抢夺当地人的生存空间和那个什么工作机会什么的，不盈利应该没事。不盈利的话，谁出钱啊？你办活动总要经费的呀。旅游签应该不能去搞这种经营类型的活动吧？你在中国完成收款，日本只举行活动就行。这个我也不知道。希望下次巡演把弹幕功能修好。那如果说弹幕功能修好了，很多人他也不说话啊，那也会比较无聊啊。旅游签证绝对不行，估计是吧？就是你不能去那边挣钱，虽然可能你都没挣钱。当时王志安跑到台湾去，他是旅游签证嘛，但是他参加了那个综艺节目，上了综艺节目，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收了车马费还是什么样子，就被禁止进入台湾了嘛。企鹅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不是？她在台湾开直播，然后，如果她在台湾直播，然后收到了抖内，也算经营吗？她是去参加活动了，不是开直播哦。那活动就不能收钱，哎呀，很麻烦的呢。那他参加活动是商业活动，他收了钱，但是他还是旅游签证，他被广子收了钱就被举报了，哎呀，好惨啊！那他就再也不能去台湾了。这几年，其实很多人对于就是去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地区有哪些禁令是不太了解的，没有那么了解。我之前都不知道。那比方说你旅游签证。然后你走到大街上，你摆个碗就开始唱歌，或者说摆个碗开始弹吉他，严格来说也要被那个什么。你的看到加拿大卡车司机拉货去美国用的就是 B1、B2 旅游签证，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如果不被盯上，就什么都能够好说。你要是被盯上了，或者说被那个什么了，那就不一定嘞。看上不上称。我和你们说啊，就是在做完这个活动之后，然后我们其中一个相对最有经验的负责的小伙伴叫萌萌啊，他其实不叫萌萌，他是姓孟，对吧？很多人还以为他是女孩子，因为叫萌萌嘛，实际上是老孟啊，或者说小孟嘛啊。他为什么比较有经验呢？他之前呢本来是看67373的，当然呢也是看那个暗杠姐嘛。所以在杠姐那边招那个团队成员的时候，他就去报名了，然后呢就加入了那边的团队，就跟着跑了很多巡演，所以呢也就是有一些经验嘛，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但是他也没有搞过我们这种类型的。你想想杠姐那边他们都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流程，但我们呢这边就不太一样嘛。杠姐那边就不怎么聊天，上去就是唱，咔咔唱，咣咣唱，唱完了就下来。每次我去杠姐在上海的那种巡演的时候，我也不是去当嘉宾啊，他也不敢叫我上去当嘉宾。我还在开玩笑，我说杠姐要是哪一天你不想玩了，咱们就搞波大的。你最后一次巡演的时候，我上台是吧？我们最后把那个票价卖到18888，我们最后表演一场，然后再以后都不表演了，告别一下。
在开玩笑就是我在那边当一个观众的时候，然后每次结束了之后，就有很多观众找我合影嘛，找我合影的比找杠姐的合影的多，就毕竟大家还是异性恋多，不是，反正是这个意思嘛。就杠姐他们那边，他就少很多合影的流程，主要是大家去看他表演，表演的话他有签售，就他那个唱片啊、黑胶啊、CD 啊什么的签售，然后合影，咔咔合影，半个小时就全部结束了。所以流程都比较熟悉了。像我们这边的话就麻烦呀，不知道怎么弄。如果说你把规格整上去了，比方说你要请乐队，乐队就好几个人嘛，一个键盘手，一个吉他，一个打鼓的，3个人，我不知道多的应该几个人。如果还请和声，和声可能不用请。3个人，那你去哪儿还得带着他们？那3个人的机票、酒店，我的妈！那你规模不整上去，那总不能每个人往死里薅吧？不是往死里薅，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办。那你规模整上去了的话，那很多东西就不好说了。你规模整上去了，你又全部唱别人的歌，版权会不会也成为问题？我也觉得有点头疼。不用带乐队放伴奏就挺好的，这个是一个最开始我也觉得是比较折中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你不用那个下一次别吃重新开。我们现在就开始水滴筹吧。你如果直接用伴奏，那人家伴奏都是 CD 版的，就是没有经过任何改编的，就是彼此的衔接就会很缺少。你想想，我们听 CD 或者我们听歌都是那种一首完了空几秒，对吧？就是下一首，它一首与另外一首之间，它中间是放开的，对吧？那如果我们是去看真正的像那种不管是宇宙大明星 Taylor Swift 这种演唱会的话，他们一首接一首，它中间是有衔接的，是有那个设计过的，是一整块的，对吗？就不至于就像听歌一样，听网络歌曲啊，沉默几秒，然后就马上就下一首。你是给我开拍的那个，记得你。拍了的，你还给赵老师拍了的，谢谢胖胖。他说你不要到现场，问题更多。赵老师的照片，那我也要经过他的语句采访。他圆梦了。那如果说大家其实在线下的话，更希望是以聊天为主呢，还是唱歌为主呢？一半，喝酒为主那不行，出事容易出事。多来点互动，但是你们互动那得碰运气啊。脱口秀太难为我了，唱歌还可以练一练，脱口秀怎么练？唱歌什么时候都能听。你们知道，其实脱口秀演员他也是一个流程制的。比方说他开巡演，他那个脱口秀的内容也是巡演都讲的大差不差的，就是他会准备一个差不多的内容，每个地方都讲差不多的内容，当然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但是基本上一样的。如果说单独合影，每个人都可以小聊一两句，那这个时间就会很长。你想想，如果说假设哪怕只有50个人，每个人聊2分钟，那就是100分钟，聊5分钟，那就多少了？那这得等很久你想想，其实1分钟的话都说不了什么，一人10秒，那不就根本说不了什么。脱口秀很难的啦，我感觉自己做了一次之后，就面临更多的问题，让我再次陷入焦虑。可以有 open mic 环节，谁想要发言的话都可以上台讲2分钟。你这个想法是很冒险的。我们抛开会不会有爆雷啊，或者有敏感内容，很多人如果上台讲的话，如果他讲的很有意思，那当然是很好的，有节目效果。有些人很无聊，
那你就如坐针毡，你知道吧？就像上台表演节目，有些像连麦一样，也有可能很有节目效果，也有可能又臭又长。大多数人上台讲的东西都是味同嚼蜡。是的呢，你以为你们讲得出来个什么呀？真的是，上海哭着闹着要本地人带他去嫖娼，那算了，那真太自爆了，你放过我吧。我有脱口秀的潜力。哼。但是就是说，我自认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短板，就是我讲话呢不会像真正的脱口秀演员一样。真正的脱口秀演员，他们的笑点非常密集，因为他们的那个稿子是那种千锤百炼，他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大家逗乐，就把他逗笑，要精炼。要就是什么三句一个梗，五句一个包袱那种。然后我呢就会有点就像闲聊一样，就是很长，因为我不可能我每天说那么多话，不可能就是做到每一句都很有意思啊什么的。所以这是我们跟他很大的区别。上回我有个朋友说去听一个外语脱口秀，你知道吧？上海很洋气的，各位乡务宁，你们到上海来有去听过英语脱口秀吗？我去听过，我听过好几回呢。实不相瞒，以本宝宝的英语能力，还是基本都能听懂的啊，听懂个95%吧啊。然后在那个英语脱口秀里面，就有老外来讲他在上海生活了几年之后的那些经历，对吗？然后我听朋友说，就是好几年前他就在讲这个段子。一直讲这个段子，就那个在中国生活的老外，他们一个稿子跟你讲很久，可能我和周立峰创双簧就行了，最后一秀。你出多少钱啊？如果说我就这么去叫周立峰，我说峰哥来出席一下我们的活动，他肯定会觉得我很没有礼貌，但是呢，他还是会很有情商的回答我。他说发姐，你也知道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不是我不想来啊，确实是我有难处。但是如果我说100万出场1小时，超15分钟给你加10万，他马上又一副嘴脸，发姐陪你最后疯狂一次。你总不能就是舔这个脸，啥也没条件就让人来嘛，对不对？那你经费谁给报一下？来这儿的火车票谁给报一下？你要创造条件啊 ，crazy。那你凭什么要别人冒风险呢？是不是？有困难你要帮人家创造条件，克服困难。100万对他来说有点少，大概也就是亏10天的钱。那你出1000万吧，我把5开给你交来。不是你出1000万，我去，我再通我说峰哥，你把那个户子也交上，咱们最后疯狂一波。反正大家都是上嘴皮碰下嘴皮，就信口开河。你还可以再说大点。什么叫网络胡咖大聚会？我们要是胡咖，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我要是胡，我根本不会来油管，你懂吗？你懂个屁！你们这些素人，你们这些老百姓懂啥呀？我要是胡，我至于这样吗？唉 ，You know nothing。发姐会愿意录祝福吗？我跟你说，前几天我还是比较心高气傲的，今天那个亏了50万，我觉得录祝福也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录，但是快了，很有希望。明天再亏个50万就开张了啊，开张了。本来是不录的，今天亏50万了。而且只是第一天哦，只是第一天哦，第一天。哎，我真的不知道谁是谁，这让我非常的失落。今天峰哥上法院了，结果怎么样？不知道开庭了吗？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官司啊。但是法院的话，一般开庭，然后开好几次庭呢，好久之后才出结果呢。开哥现在好像能出境，但是能出境啊，他还没有直播嘛，他赶紧直播吧。开哥按年纪算是拿的 BNO， 甚至还能够移民英国。
移民英国有啥用啊？啊，你说有啥用？他在英国又没有知名度，是不是？啊，不管是谁，你在简中互联网的知名度，难道在英国能够按照汇率换算吗？不能啊！你想博主，不管是博主、明星还是 whatever 公众人物等等，你在哪个市场有知名度，你去了别的国家，去了别的语言地方，你就是等于全盘没了呀，就清零了呀。去了干嘛呢？那去了开代练公司啊。谢谢空谷幽兰帮大头。我练练脱口秀，基本没李诞什么事。这话说的，华人脱口秀本来就没有什么市场。你就说华语脱口秀有几个做得好的？都没几个做得好的。特别是脱离了最大的华语市场就做不好。谁做得好啊？华人脱口秀做得好的那几个都讲的是英语。你说我好看，我看了照片我都想死。我开想润随时可以润，不想润的能怎么润吗？润了也没有用啊，没有市场啊。文化差异、生活习惯问题，英语脱口秀都不好笑，那是你听不懂吧？英语脱口秀蛮好笑的呀。今天打游戏啊，因为我今天聊不动、唱不动了，我也燃尽了。我好累。我属于一种极度紧绷之后的那种松下来的，但是又需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你们觉得参加完一个活动，然后你们比方说你之前心里面抱着一个参加完活动，那后来我还要面对一大堆的照片要处理，就很头疼。让罗叔叔做，罗叔叔能做什么呀？他能帮我 P 图吗？摄影，我发现那个摄影师修的图我都不满意。你觉得线下的我比线上的好看？哎，好像修好了呀！我真是神医啊！我操，真的吗？可是我看到大家发给我的图，我很崩溃。但是李小璐卫给我发了一些照片，他说发发你好美，这是你的照片，我发给你。然后当时我就那个照片真的很奇怪，我说这是谁呀？他说这是女明星啊。我其实心里是崩溃的，就很奇怪，你重新修过了，你们不懂哎，你们修图，哎，我就是修图是一个门学问。就是我觉得不像我给你看吧，有一张，你们觉得我不是说丑啊，也不丑，只是不像。这是那个李小璐为他发的，你看像吗？你们咦，不是这个，你觉得像吗？有点不像，就是说这是一个习惯问题。也就是说不长这样。哎，薯条哥长什么样子我也忘了，肯定不帅，帅的话我记得。我就把我整成杨超越了。我说一说哪个帅，没看到帅哥呀，我也很郁闷啊。我看到美女了，是真的。你就说哪个是帅哥吧。那可能是 P 白的。你原图，你说原图觉得可以不用修哈，你这个话客套一下可以，你可别真把原图发出来了啊！我谢谢你。其他没什么，就我们客气一下是可以的，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啊？你们真的觉得我真人比现在的摄像头里的好看吗？这摄像头可是我精心调出来的美颜参数啊！我觉得我真人不可能比美颜摄像头里好看，那都是你们的情商说的话。真的假的？哎呦，大家突然一下这么夸我，还有点不习惯呢。咦，
我看着那些照片，特别是生图，还有 P 过的，我就 P 个都成这样子，很难受。我还觉得赵老师好看一点。赵老师前2天他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站在穿衣镜面前，我跟他差不多高，但是他脸比我小很多。我以前老觉得我脖子短，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脖子短，后来我发现我脖子不短，是我脸太长了，脸太大了。就是如果说假设我跟赵小臭的头都是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我的头到这儿，他的下巴就只到这儿，你知道吧？就这一块都是脖子，但是呢，我的脸到这儿了，他脸就只到这儿，我就这么多都是脖子，他脸只很小，他脸只有这么大。我跟你们说，有个笑话，就是说，哎，为什么明星的头发长得那么快呀？我看某某女明星，没过多久，她的头发就从这里长到这里了。然后后面有那个邪恶的路人告诉你，他们不是头发长得快，是他们脸小啊，那个头发大家全世界生长的速度都是差不多的。你长这么多头发就只长到这里，人家长这么多头发就长到这儿了，因为他脸很小啊。好，是真的呀，真的呀，是真不是是真的这个区别。那脸真的很小，接头发是另外一回事，脸小是真的脸小。你们觉得我很瘦吗？但是我上镜看上去就120斤啊，真嘟。就看上去像个，也不是说死胖子吧，就是小胖子，真的。体型和脸型的问题吧。哎呀，他上镜就是比较突出自己的缺点。我不是我自己对自己严格，是镜头对我们严格。如果你们有一天也上台接受镜头的那个审视的话，你们就知道我们的痛苦了。哎呀，别夸我了，有点不好意思。平时说话都阴阳怪气的，今天说话恶心心的，咦，还处于线下见面后的甜蜜期，恶心的。主要是我不知道你们长什么样子，有点落差。发姐聚会结束的照片还没 P 好吗？你在想什么呀？几百个上1个 T 的素材。下载都要下载半天呢，我还专门开了个百度网盘会员。我本来是用的阿里网盘的。P 图可太累了，我连照片都没选出。版权这个事情就是属于一种，你这么说吧，你想想，所有人唱童话镇是不是理论上商演的话就应该给鞍钢他们版权费，或者说电视台唱童话镇或者阿伯说的话应该给鞍钢版权费？但实际上好像都没有收到吧。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比较每一个就不是很确切，不一定的。居然是请台湾摄影师，对啊，那个小女孩很可爱的，是个台湾妹妹。我现在觉得她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之前她拍的照片，我以为她很高诶，我以为她是那种帅帅的铁 T， 就给人一种铁 T 的感觉。他拍自己的照片，比如说他发出来的照片，我以为他高高的铁 T， 像也不是说有点像吴凡高那种，结果发现是一个软萌的小可爱。那他一定很擅长把人拍得高帅帅的，对吧？台湾肯定不都是软萌的呀，你怎么会有这种刻板印象啊？他家里应该是有矿的。韩国 KTV 里面还有童话镇，那肯定也没有给钢姐他们钱啊。对啊，他是台湾人呀，他是台湾人，但是呢，他在上海长大的，经常都待在上海，所以算台湾人多一点，还是算上海人多一点，不好说。他很可爱是吧？那我去问一下，他是直的还是弯的？
但是我不好问呢，我跟人家没那么熟。他会说上海话吗？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在上海长大的就会说一点吧，但是也不多。现在在上海长大的小孩也不一定会说上海话呢。你看我在上海待了10年，我一句上海，我除了说侧哪、小侧老、港驴、老卵什么这些，我都不会，完全不会这样说上海话呀。你该加个微信的，人家就算也跟你会撞号了。哎，人家很可爱的。等下回要拍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叫他出来拍一下。哎，收费也是上千块一天，可能更贵，我也不知道，还没有叫他单独出来拍过。你家微信要照片，那肯定不能给你啊！我花钱买来的照片，那肯定每一张都要经过我的审核才能够，对吧？才能够发出去啊！职业抄手好不好？抄手，职业混沌。你拍照水平也很好，我现在觉得拍照水平好不好，主要在于我修图修的好不好。我看了那个台湾妹子修的图，我把她精修过的图片我都全部放弃了，我从原图里面自己修，因为我觉得我修图修的非常细，很多人就是不知道我要想修成什么样子，他们好像就觉得把图修的真实，然后调色就行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修图是要把自己修成一个更好的自己，懂吗？就看上去还是我，但其实已经不是我了，那种才行。他们总是就是调色，或者说稍微磨皮啊，去点瑕疵就这样了，不行。我们要把它修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调音师是工作了的，调音师是我们是那个提词器的问题。但提词器出问题，主要也是我的问题，因为我背不住歌词嘛。投影仪也有问题，现场网络有问题。希望有弹幕互动环节。我们弹幕互动是为什么没有搞呢？是因为没有人发弹幕吗？还是怎么原因？反正现场很多都是跟我们预想不一样，但是第一次搞活动嘛，肯定是很多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啊。是。还有那个有水友说，发虽然有一些这次活动虽然有一些小的波折，但是总体来说是大家很开心的。也有水友上来说，就是隐隐说出一些对我的期许和更高的要求以及批评啊。但我自己知道这个活动办的是比较美中不足的，因为本来就很仓促嘛，就像把一个线上的直播搬到线下的感觉。成都场什么时候新建文件夹？哎，那就靠你们啦！你们如果说觉得不错，就给我投稿场地。广州，那大家帮忙都找场地吧，下回我去别的场地看看有没有进步。游戏能通关吗？我快说不动了，要去通关了。